大家好，我是杨子怡。我不像前面几位讲者哇，做了很多的那个报道，因为我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，然后我也谢谢从第一位律师，然后陈教授，博士应该离开了，太忙了，对，博士，然后还有我们陈律，还有甘教授，然后还有郑董事长。听完啊，从头到尾这样听完，其实收获很大。那我先回应一下，教授还有律师一开始讲的有关于碳排放这件事情，为什么要吃素？我想要问一下现场在座的各位，还不是素食者的可以举手，我看一下吗？哦，其实蛮多的，蛮好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如果是吃素，已经吃素了，然后但是还没有到8年的，可以举手我看一下。哦，有一些吃素超过8年的可以举手。哦，好，先受小弟一拜啊。对，小弟今年吃素8年了。对，那刚刚那几位都是我们的先进前辈。那刚刚教授跟律师讲到的，就是素食排碳的问题，很特别哦。因为我也刚出席完佛光山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我就知道说，当我们一餐是吃素食，就是纯质生活、纯质的餐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减少101.7公斤的碳排放。这个是什么一个数字？我可能没有概念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一般我们开车大概是985无铅汽油，开1公里的话，它的碳排放量是0.26公斤。我们想说，哇，汽车污染很严重啊，二氧化碳什么的。可是其实我们非常简单的从一餐，我们就可以减少那么多碳排放。当然，这个数字可能会有点虚妄，说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？你要想想看，我们要吃的这一餐肉，或是喝的这一杯牛奶，或是吃的这颗鸡蛋，我们要从小饲养到它大，能够给我们吃，或是能够泌乳，或是能够生蛋，它有多少的？比如说牛的打嗝，它的排放的废气，还有我们还要种植它所吃的食物。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，今天我们要吃到畜牧业，不管是吃它的肉、吃它的蛋奶，我们要有一块地是畜牧它，另外一块地就是种植它所要吃的食物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纯吃饮食的话，我们只要一块地给我们自己吃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很多的碳排放。那因为我像刚刚我讲到说，我今年吃素才第8年而已。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。我以前是一定要吃到肉，而且我一定要吃到牛肉跟虾子，我才会觉得我今天有吃到这一餐。但我现在变成无肉主义的人，对，无肉，对。这个很奇妙，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是非常排斥素食的。从我爷爷往生的时候，我就被逼着要吃49天的素，就是为他祈福。然后每天吃到的素食，不管它今天是萝卜也好、高丽菜也好、地瓜叶也好、豆腐也好，它们都是同一个味道。为什么？很奇怪，而且那个塑料味太重了，我吃到真的是很不舒服。可是我也是这样，因为全家都这样吃，所以我就这样吃了49天。那49天很奇妙哦！我吃素的那49天，我不管走去哪里，我甚至去搜狗百货公司，我都可以遇到和尚，坐那个手扶梯下来，就是怎么会这么有缘这样子？但是那一次吃素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，就是49天之后，我吃了第一口麦当劳的汉堡，吃了哇，好开心！我终于吃到肉了，然后我去厕所吐，因为我不适应。可是我从荤去吃素的时候，我没有吐啊，我也没有拉肚子。可是为什么我从素食的胃再去吃肉的时候，我就不舒服了？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国中嘛，国3，我大概在我心里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疑惑，为什么？对，然后直到我刚刚说我很爱吃牛跟虾，那有一天那个时候我在主持世界第一等，我在睡觉的时候就突然梦见一头乳牛在吃草。然后又梦到水牛在耕田，它就是那个样的画面。然后突然一句话，就像那个电视节目一样，这样进来，还有字幕哦，说这样你还要吃它吗？我就醒来，我说 what？
但我不相信，所以我就去客厅看一下，可能是我妈在跟我哥讲话，因为那时候我住家里，然后我看一下，哎，我们家没有人，而且我依稀记得那个声音蛮中性的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去了我当时的经纪人带我去拜了一间，它叫林家祖寺，它现在就是在东区，台北市东区民耀百货正后方有一个林家，以前那全部都是林家的地嘛，那边有它的祖寺，里面有一个观世音菩萨，它跟龙山寺的观世音菩萨，还有林口的竹林山寺的观世音菩萨，三尊都是他们林家当初出钱，因为清朝的时候他们就是官的。三尊观世音菩萨是一个铁三角这样，然后我就在那边问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常出外景嘛，我就问观世音菩萨，而且我那时候很不要脸，我就叫他干娘，我说干娘，你是不是叫我还加最近不要吃牛肉，啪啪啪，哇，连续3个醒规，哇，那我真的要听话，然后大概隔个1个礼拜还是2个礼拜左右吧，我在电视看到，还是网络新闻看到，就是有一个英国老妇人。因为吃到美牛，然后狂牛症，对，然后他整个脑袋被寄生虫咬掉一半，对，有这样的新闻，我就哇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世界第一的，我基本上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吃到的都是美牛，所以我想说啊，那可能观世音菩萨是让我在避这个劫。那我吃虾子是我以前很爱吃虾。可是突然一天，我一吃虾，bah，整个脸就长得很像那威尔史密斯有一部叫做《Hitch》，那个就是教人家谈恋爱的那部电影，就是吃到海鲜以后会整个这样肿的，很像乱七八糟那样。我突然吃虾也会这样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出外景或者是做那个时尚玩家的时候，我在吃虾之前，我都是要先吃那个过敏药。然后一直到后面我在主持时尚玩家的时候。吃了大量的肉，而且我们一天可能要吃到7到8餐。你们看我们哇这样播出哇吃得很开心，没有我跟你们讲，大概你看到我在吃第5道餐点的时候，每一个肉都是同样的味道，我只能用我眼睛的想象，然后甚至去感受现场的氛围，然后告诉你说这个肉有多好吃。当初我的制作人，也就是刚好是当初我师父大家知道吗？阿西陈柏正，对，他以前他现在吃素，他当初是在主持那个台湾雄七，对，然后我当初时尚玩家的那个制作人就是西哥当初在台湾雄七的导演，对，那他就遇到了一个状况，就是西哥主持到一半以后突然吃素，然后说好难搞，怎么办？然后最后西哥就把主持棒卸下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在主持时尚玩家的时候，我开始就觉得肉好多不舒服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子怡，你不要到时候跟你师父一样，突然跟我说你要吃素。”我说：“不会啦，我这么爱吃肉，怎么可能？”就不好意思对，制作人抱歉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主持就要一直吃肉。有一次来一盘伊比利猪，哇，太漂亮！伊比利猪的松板肉，伊比利猪它必须要是大概一头猪要有很大，大概一公顷还是多少的那个的土地让它去放养，而且它只吃橡树果，所以它的肉是一般我们来吃猪肉的时候是不能生食，我们一定要吃熟食的。可是伊比利猪等级是可以生食的。然后那个时候来了一盘松板猪，真棒。然后我想说还没开始拍嘛。我就先吃一口，先试一下口感，等一下拍的时候比较好讲。拿起来放到嘴巴的时候还觉得它香一咬下去的时候，怎么突然觉得脖子痛？痛的那一刻我就闭眼睛，一闭眼睛，我看到一头猪在我面前，一把刀从它的脖子砍下去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松板猪就是猪的猪颈肉。对，那时候我已经在跟西哥学佛法了，我觉得不是吧？我就直接对天说，我们的佛法我们会讲说他是他心通，因为当初西哥也是很爱钓鱼，但有一次他钓鱼钓起来的那一刻，那个鱼的所有的怨、所有的痛、所有的不甘心，全部都传到他心里面。他那一天就把他所钓的鱼全部都放掉，然后他那一天开始茹素。
我当初不是没有像他那么伟大，我是一先抬头说：“你开我玩笑吧，我在主持时尚玩家，你画这个画面给我看，那我怎么主持啊？”但后面这一天也顺顺利利的主持完了，回到我们服务的宫庙乌来龙太公，西嫂也是他老婆，也是我们的公主，我们的公主，她突然说：“哦，我们12天后有一个法会，有在服务的人，这12天都要吃素，要净口净身这样。”然后我想说：“哦，好吧，反正我这12天也没有主持，也没有什么荤食的工作，我就这样顺顺吃下去。”吃完12天以后，我觉得。我怎么觉得吃素还不错？那个印象已经不像是我阿公往生或是我爸往生那个时候逼我们吃49天那样。这12天我吃的还蛮舒服的，而且我觉得我整个人变得很 light。我起来的时候原本待机可能需要30分钟，可是我现在好像5分钟，我整个人就清醒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是工作的时候我就吃肉，可是私底下我都可以吃素？一直到大概隔半年后，我还记得是宪哥的跟 Sandy 的小明星大跟班，我在跟大家介绍火锅，然后再介绍这个丸子，然后说哇这个丸子有多好吃，哇真棒，你们一定要吃吃看。下了节目以后，我觉得我好难受，因为我好心虚哦，我就在骗人，因为我私底下是不吃肉的，可是我怎么可以跟大家介绍这个肉有多好吃呢？所以我就鼓起勇气，我就跟我当时的经纪人讨论，我说，是不是我们就不要接荤食的工作，我就好好老老实实的吃素。但因为我那个时候大概80%、90%的工作来自于荤食，不管是什么一日店长啊，不管是业配啊，不管是任何广告或是活动，都跟荤食有关。其实我很怕自己会饿死，然后我想说，我当时那个经纪人很爱钱嘛，我想说他应该会阻止我。然后就说哦，可以啊，反正你最近都在拍戏，没有关系啊，那我们就这样试试看吧。我们就把时尚玩家推掉。哇，我那时候真的很担心，就没想到3个月后，我接到我人生第一个代言，然后是素食的婴儿人代言。对，所以我们常会讲说，我们真的下定决心，像刚刚郑董一样，就是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冥冥之中都会得到很多无形的帮助，不管是上帝也好，不管是菩萨也好，不管是众神佛也好，他们都会帮助你。当我们的心是慈的时候，一句话推动我吃素到现在，最重要就是西哥我师父跟我讲的一句话，就是不食众生肉，长养大悲心。我们人类凭什么觉得自己是高等的？我们凭什么拿他们的肉来做国与国之间的交易？你今天不这样做，你不买我的美牛，我就不给你通过任何法案。你今天不买我的牛奶，我就不给你任何东西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当初牛奶这件事情，其实是我们跟动物去互惠。如果大家有看过一部韩剧，叫做《哲人王后》，里面就有讲到这个观念，就是他在里面他想要做一个奶酪的制品，可是那个下面的厨师跑过来跟他说，我们已经找不到所有牛奶了，而且我们不能再挤了，因为剩下的牛奶是要给小牛喝的。他讲的这句话，其实就在传递这个概念，就是当初我们人类是跟牛，因为牛可能没有办法吃到草，它们会饿，所以那我们饲养你，那你泌乳给我们，我们共用，当然是以你的小牛为主，然后我们取用你多的，然后我们饲养你，是这样的生活形态。可是现在，因为工业社会整个到现在，我们看看日本北海道每年要倒掉多少牛奶，那都是过剩的。像刚刚陈旅有讲到说，你看到那个猪肉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有看过很多画面，不管是我们从如素的力量看到很多影片也好，他们如何泌乳，他们一定要怀孕才会泌乳，可是我们却把他们分开了，然后不断的取用它的奶，可是小牛居然喝不到。然后蛋也是，可能最早最原始的鸟类、禽类，它跟我们一样排卵，可能它们比较不像我们1个月排卵一次，人类是这样子。飞禽类它们可能就是1周排卵一次，
可是我们让它变成一天要生超多蛋。我们不但给它做基因改良，让它们生了那么多蛋，然后让它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不断制造二氧化碳，去破坏我们的地球。这是我们人类造成的。可是我们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？陈旅就这么壮吗？我们的蛋白质一定要从牛肉去摄取，从蛋奶去摄取，然后从这些地方去摄取吗？但是我绝对不是制造对立，因为我相信，很多人就是我今天没有吃到肉，我就觉得不舒服，因为我以前也是，我完全是这样的，对，所以我很清楚那个感觉，只是给大家多一点点的观念去参考看看，就这么简单而已。就像刚刚陈旅说的慈悲，对，然后我也从绿色奇迹这边、妍姐这边学到一句非常好的话，就是和平从餐桌上开始。我们看到现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，我们看到网络上各种对立，那其实我们很简单的和平就是我们自己来就好了，我们就从这一餐开始就好了。就像我们讲到说，我们一台车开1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是0.26，可是我们只要一餐不吃肉，我们纯质饮食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减少101.7公斤的碳排放。但是我们从我们个人就可以做到，那其实何乐而不为呢？然后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是我推素，等于是我一开始吃素以后，我就认识了一位，算是我的孽缘，就是我们无肉市集的主理人，他叫 Chelsea， 你可以转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吗？对，她是3宝妈啦，她是叫我不要生小孩，结果她自己口生了3个这样。对，很有趣，是我一开始接触素食的时候，我一样吃蛋奶，然后吃5星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去的是素食小夜市。大家如果有在上网听过的话，它会在全台湾每个地方办小夜市。那如果大家还是喜欢吃蛋奶、喜欢吃5星的话，去素食小夜市你是吃得到的。对，然后我在那边认识了 Chelsea， 那个时候还没有无肉市集，然后等到无肉市集出来以后，就无5星、无蛋奶，然后做了一个非常纯净的饮食。对，那不知道，因为刚刚有看到很多人不是素食者，所以大家可能对素食的种类没什么概念。因为我自己在拍戏的时候就很常遇到这状况，因为我们的那个生活制片很难买便当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子怡哥你的素食是什么，然后那是我跟他说没关系，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那个蛋奶5星都可以，反正就是不要有肉就好。所以是锅边素嘛？不是。好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素食呢，其实有所谓的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减碳嘛，所以有所谓的环保素。环保素真的是很神奇环保素是什么？我们就是不吃所有的家禽，不吃畜牧业的，可是我们吃海鲜。对，因为海鲜是海里面的嘛，我不是去特别饲养的，有环保素。对，然后还有奶蛋素，奶蛋素就是我吃蛋吃奶。对，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可能我5星不见得吃啦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5星素，5星素就比较偏所谓的佛教徒。因为我们在5星里面，我们有提到，比如说像韭菜大蒜这种辛香料味道重的这些植物，第一个会让我们产生性欲，然后甚至会有暴力之气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 vegan， 就是这样的 vegan， 我们的纯质生活，纯质生活其实有些人是没有5星啦，可是就是真正从外国来的纯质生活就是无蛋奶。无动物制品，比如说像蜂蜜，我们也不吃，因为那个蜂蜜，你知道我们现在要有蜂蜜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要养殖它了，没有所谓的野蜂蜜，很少，就是养殖它，然后但是你要取到它蜂蜜，基本上你在授粉你在给它们交配的状态下，它们通常就是死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尽量不取用这些东西，然后纯质生活，我们身上的所有东西都不用真皮的。我们不用动物制品，对，这个很不容易，可是我们多加注意就可以做到，对，然后还有有些人是燕窝，就是跟动物有关的我们都不去碰，这就是纯质生活。我看到5分钟的牌子举起来了，
对对，还好我这个麦克风不会往下缩哈。对，然后推广素食到现在，我最开心的一件事，而且我自己心里最感动的一件事，就是我哥哥荤转素。那来，这是我很想分享的一件事是，我哥以前是连公妈都不拜的那种人。他就是我回去拜公妈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有通灵体质，我是那个九龙太子的机身，然后其实我有办法跟沟通，就是刚刚对，就是我一直知道我在拜公妈的时候，我一直知道说公妈没有让我拜，因为短孙短看坐在沙发上，我头很痛杨姐你拜一下好不好？为什么我要拜这样？对，但是他现在就是公妈搬到他家了，然后对他。每天早晚奉香换水，他也把他的冻饭店变成了素食自助餐。对，《金刚经》里面有提到一件事，就是我今天就算用我的好几世的生命去救这个人，甚至是我用各种金银财宝来布施，都比不过你了解《金刚经》以后，然后我为人说法，为人讲道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套用到做厨师这件事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今天意思说，你不要吃素，你不要吃肉啊，怎么什么时候？倒不如就是你今天开了一间餐厅，做素食给他们从荤转素，他们直接就可以吃素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个实践是让我非常感动的。那这个契机很特别，就是他慢慢会跟我接触，然后慢慢听我讲佛法，然后最后。他有一天在切肉的时候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做冻饭店嘛，他生意真的好得不得了。然后切肉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：“我怎么闻到尸体的味道？不可能的！如果你今天闻到这个尸体味道的话，你这个餐是不可以出给客人的。”他就拿起来闻，不是啊。可是当他这样在切的时候，那个尸体的味道这样传飘过来。对，他开始动了这个念头。然后当开始有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哇，他的业绩是。急转直下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血崩似的掉落，客人都没有来了。然后直到我跟他说，他觉得不行的，因为他每个月都在跟我借钱。然后我说，我觉得不行你这样子我应该不够你烧怎么会变这样？因为一开始生意蛮好的。他说他也不知道，可是为什么会变这样？也不是说月底了大家没有钱。然后最后我跟他说，那你要不要考虑？去我师伯在林口大千素食的素食自助餐，有人吃过吗？林口大千？好，没有，因为这边是新竹，不好意思。很好吃，非常好吃，没有任何的塑料味，非常好吃。那我说你要不要去我师伯那边学？我们店就收掉，关3个月，我们改素食。他说考虑了大概3周吧，他跟我说好。我觉得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这样撑不下去，然后我就收掉，我就养他那3个月，然后他去好好学，然后回来开了这间素食餐厅。哇，生意真的非常好，然后好到也有媒体来采访我，就是哇，很多记者。然后最有趣的就是有一个记者，他就住在我哥那间店的旁边，然后他就问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那你哥之前的那个冻饭店开在哪里啊？就是那个我好像没有听过。”他说：“就开在这个原地址啊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可能？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一条，前面的腿骨饭跟后面的霸丸都是我每天会吃到，我没有看过这边有任何一间冻饭店啊。”所以就是我相信就是被遮了，就是被遮了，就是杨永贤，你注定必须要把这边变成素食自助餐，对。这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。然后时间是应该差不多了，我们留一点时间给 Q&A 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个我是在跟大家聊天啦。没有关系。不然我们之后我上网直播给大家看嘛。对。非常感谢子怡带来精彩的演讲。刚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，那就是子怡刚刚说了，不食众生肉。长养慈悲心，大悲心也可以，慈悲心也可以，对，长养大悲心。好，现在开放现场问答，都可以问。比如说，那如果你拍戏的说那个要吃肉怎么办？这个都可以。没人要问，那我自问自答。妍姐来问一下，来。
个时候叫你吃肉，你要怎么办？那不是我刚刚自己讲出来的。我想知道这个答案。好，请你回答。好。其实我有遇过一个问题哦，就是今天这个角色，就是这个鸡腿改变了他这一生，怎么办呢？我必须吃啊！我总不能说啊，你给我一只素鸡腿，啊，就不像啊，那个豆皮卷出来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会吃，我会告诉自己这是角色吃，可是我不会吞进去，我吃。然后至少他们能拍到我吃了这个鸡腿，然后做了这件事情以后，我会把它吐掉，可是我会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我之前遇到这个状况，就是因为我们在乡下拍戏，我就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我之后把这个肉带去给野狗吃，对，因为我知道我吃了咬了，剧组不可能吃嘛，然后其实我们也知道现在厨余有很多问题，对，那。他既然已经牺牲了这个生命去做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还是要让他有价值，所以我会把它包起来以后丢给野狗吃。对，我会吃，我会让角色去吃它。可是现在遇到各个的剧组，他们也越来越了解我是一个素食者，所以他们都会尽量不会安排这样的剧情。然后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，就算是围炉，他们也会把蔬菜放在我面前，就让我能夹就夹蔬菜这样子。对，大致上是这样。什么？其实可以这边有一位。请问吃素方便吗？您好，请问一下在外面吃素方便吗？我跟你讲，台湾是吃素天堂，对不对？台湾真的是吃素天堂。我们不要说我找不到素食餐厅好了，便利商店20小时都有素食，真的。然后。其实陈旅刚刚讲到，我们就是他很多那个复杂的表哈，其实吃素很简单啊，就是我们蔬菜一定要有嘛，因为其实我们讲说肉类的氨基酸什么的，那些都是很棒的，其实蔬菜的植化素更棒了，各位，植化素是我们人类到现在研究还不够深的，但是它对我们身体的影响非常的大。我们有吃到绿色蔬菜，我们不管是深绿色的、浅绿色的，尽量吃。然后五谷根茎类，然后豆类，蛋白质很重要。我们可以吃豆腐、豆干，甚至现在有很棒的，就像刚刚甘教练讲到的，很多高蛋白，它是豌豆蛋白、米蛋白去做的，它那个补充蛋白质是直接补充起来的。对，然后还有芝麻，我们补充钙，我们其实有各式各样。我们在入口那边就有一个表了，告诉大家说，把它拍下来，给他把它拍下来，就是怎么样吃素才健康。素食可以非常健康，也可以非常干净，而且突然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有一个验尸官的朋友，验尸官，他叫验尸官吗？对，就是要解剖大体。对，他说荤食者跟素食者的大体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荤食者的大体解剖开来，那个味道是啪窜出来的。可是他今天一解剖开来，没有那个状况，他就知道这个人是素食者。所以其实动物蛋白质在我们体内会造成的很多影响，是我们看不出来的。可是其实你茹素以后，你会慢慢的感觉到身体的 light， 然后还有你各种过敏源越来越少的状态。对，然后吃素真的很方便，有够方便，在台湾有够方便。日本也越来越方便。以前日本鱼类也是素食，可是他们现在已经渐渐有这个 vegan 的概念，然后大概可能在10家店里面只会有1家它的素食里面有鱼，可是另外9家都是非常纯净的 vegan， 甚至他们现在也有没有5星的，对，还有哪一位？哦，这边那个麦克风，请。那边还有一位，好 ，OK。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刚刚在外面晃来晃去，然后被抓进来听的。被谁抓进来听？你要不要讲一下哪一个？然后就是因为我在外面看，就觉得说其实蛮有趣的。我没有想过素食者原来有这么多原因，就刚刚讲到环保、减碳，然后可能是爱护动物，然后可能是宗教的因素，那可能是为了自身的健康。然后所以我刚刚听
您的故事就了解到，哦，原来有这么多原因，所以我其实蛮想对在场各位询问，说大家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不知道能不能就是办一个投票这样子，因为我其实真的很想了解大家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帮你。那你要来问还是我来问？你问问比较好。好，来，是因为宗教原因吃素的，请举手。你自己看哦，我没有办法帮你算哦，你站起来看嘛。对对对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是因为健康原因吃素的，请举手。哦，蛮多的哦。有哈，有看到了哈。好，是因为环保原因吃素的，请举手。这么多哦。真的很多哦。好，来，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家里吃素我就跟着吃素的，请举手。还是有嘛，对啊。然后以上都不是这些原因的，请举手。很多那我是有什么关键字没有问到？爱护动物。爱护动物。肉很难吃。OK， 好，这样有理解了吗？可以了哈。可以，谢谢。你是交大的学生吗？是。那我们这边还有交大的学生吗？谢谢你们来。对 ，OK， 好，是不是还有一位？好。子怡你好。你好。就是我觉得在演艺圈这样吃素就是你有没有影响到别人也跟着你，就是开始做这件事？谢谢。然后因为好问题。我小时候是胎里素，可是由素转荤太简单了，朋友揪一揪，我就吃，因为以前也是觉得素味太重了。那吃荤以后，后来是因为开素食餐厅，然后后来就觉得，好像总不能你自己在推广素的，因为我妈妈吃素嘛，推广素，然后自己又吃肉，所以我现在吃大概12年的素食。那我觉得就是刚开始朋友会说，吃素的人都会比较奇怪，所以你会我不奇怪啦，所以我还是有朋友。没有，觉得自己不奇怪的人，通常都是最怪的那个。继续。那我觉得就是你吃素以后，对你的生命事业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谢谢。可以。其实，在演艺圈里面吃素，你真的会一开始会被当成异类，爱讲菜。要不然就是导演揪我们演员去吃饭然后就过来说，这股夹菜啦，可以吃啦，就硬是夹那个牛肉在你面前让你吃这样子。我也曾经跟这个导演就是有点因为这样就是意见僵持不下这样，因为我会给他没面子，对。可是这个前提好像是他先不尊重我嘛，对。但是因为我们无可厚非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硬是告诉一个荤食者说吃素为什么吃素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他也不见得会认同。对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少掉很多饭局，真的，而且我现在有的这些朋友们是吃素的，所以我们去的餐厅我都非常的安心，我吃得很快乐。对，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升大哥他讲到说，我今天要接这个公司，我就不应酬，不交际。对，也许我在演艺圈你少了交际应酬，你会少掉很多工作。可是我相信我们的善良，我们的慈悲是会让我找到更多工作的，所以我不担心。而且刚刚有讲到说，就是会不会影响到？我告诉你，真的影响到。我拍戏的时候，那个便当，如果那个生活制片真的用心，他买到好的便当，大家看到哇哦，你便当怎么那么漂亮？各种彩椒的嘛，彩椒就有很多颜色，黄色、红色、绿色，就是各种颜色。然后我整个菜就非常丰盛，然后他们就是一盘可能3宝饭，然后就是肉，然后一点点青菜这样。他们吃久了也会腻，所以他说哦，那我等一下也要吃素的，我晚餐也要吃素的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拍，我忘记哪一部戏了，其中有一部戏就是从第一天我进组只有我一个人吃素。到最后我杀青以后，12个演员吃素，12个人那个便当是12个，就是你看到素便当就是摆越来越多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
我们真的不需要说，你来讲财啦，你讲吧，你博猪逼，不用。我们只要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，因为我们不是在制造对立，而是在推广。然后我们是在让大家知道说，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试着和平从餐桌上开始，然后不食众生肉，长养大悲心，这样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你的提问。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，因为我们的现场5点钟是最后时间，好，所以再一个问题，最后一个了，就剩下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外面再继续进行交流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想要请，就是一样是提问的投票的部分啦，就是想问大家说，那此刻你认为自己是为了慈悲大悲心而吃素的，可以举个手吗？因为或许原因不一样，但是那你现在是怎么感觉？然后也可以给那个新的同学参考一下，大家吃素的状况。现在大家是因为想要慈悲，希望善良，我们这个善的循环而吃素的，请举手。Yeah， 很棒，很谢谢大家，棒，这个问题也很棒，我很喜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那非常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